Hello， 大家好，小岛来了。有一款迷你柴火炉评价很高，非常多用，我今天就来试一试。最近户外露营活动有明显感觉到夜晚的温度下降了，所以趁着这次来到可以烧柴火的营地，拿出迷你柴火帐篷炉玩。这一玩发现原来烟囱柴火炉可以有这么多的有趣玩法，迫不及待了，赶快分享给大家。天色将黑，我快速把营地迁移到湖边位置，期待明天天一亮就可以看到美丽景色。OK， 不然军帐加塑料斗篷2室1厅搭建好了，点烟花庆祝。其实是露营 party 的活动，等不及起火，直接从篝火区拉2根烧着的柴火进炉启动。看到了吗？迷你炉虽然很小，可是却有3面耐高温玻璃窗，能舒服的取暖料理，同时观看火焰。直视燃烧的情况，前方有进气调节阀门可以控火。炉膛前下方有3角进气结构，除了顺畅导入气流，还可以架出木柴空隙，增加燃烧能力。上方有活动式炉面盖板，是导流优秀的厚铝合金材质，要注意使用时不要空烧导热板，以免造成变形。不料理时至少放上1壶水。可以间接导热，这样的好处是不会黑锅底，但是加热会慢一些，或打开直火加热更快。那么肚子饿了，先来料理吧。我今天准备了一个深口不锈钢方锅，刚好可以套在炉面的开口上直火烹煮。芝麻味增火锅，先暖和一下手。哇哦！不锈钢钢锅尺寸完全套合开口，火力鸳鸯充分。Good。加热同时来切菜备料，大葱。吃火锅怎能少得了豆腐？还有蛋饺。柴炉冒烟，努力燃烧中。火锅很快沸腾啦，多放一些肥牛菌。再添加一些木柴。中火边煮边开吃啦。太好吃啦！青菜也要多吃一些。对了，这么小的柴火炉放不进长的木柴怎么办？我的方法是用炉子的配件接回盘当做延伸的支架，打开炉门，将过长的木头撑在这个铁盘上，随着燃烧过程慢慢向前推进，没有回烟，一样正常燃烧，解决了问题。但在帐篷内不建议使用这样的方法，因为炉膛的火星可能喷飞出来烧到设备。吃饱就困了，烧壶热水，利用柴火的余热烤一个红薯，给明天早餐加餐。睡觉去。早上好。哇，天刚亮的清晨很冷，湖面很平静，昨晚一直有鹿的叫声。四处走走逛逛去，湖面有一群鸭子、鹅，玩得很开心哎。看错了，好像是鸭子被欺负了，抢错 C 位了。反正湖很大，有去别的地方玩，或路上走走跑跑步也可以。回帐篷找吃的。昨天晚上放的红薯怎么样啦？烤过头了，不过很香。
烟囱效益很快就点着了，直接用小黑锅柴火烹煮。先热锅油润一润，煎鱼排啦。翻面很成功，有焦黄的表面。加入迷迭香，再加块小黄油，哇，香气四溢啦！再来点白酒，起锅。出了蟹肉味，鸭鸭和鹅都来了，边看边吃一口，好吃有柴火锅气的鱼排。好，我要用铁板来烤这个法式小面包，直接用铁板这样放进去烤，会不会变烟熏烤肠呢？常用的厚铁板烧陶件也可以跟着这个柴火炉搭配烤箱方式使用。好，可以打开导热板或透过玻璃窗口观看料理食物情况。两边厚铝板制的炉边架导热保温效果很好，随时都有温热的开水可以喝，这点在天冷时真的很不错。逛了大约20分钟了，我的烤面包、烟熏烤肠应该好了吧？铁板放在开口上，持续保温。外酥内软，超好吃。丫丫，丫丫，哎呦，哎呦，哎呦，哎，哦，没有了，没有了，嘿嘿，我去吃热狗。哦，好有炭香味的热狗，用烟囱柴炉当烤箱的方式很方便，出去走一走，回来就有东西吃。当然，要把这个厚铁板烧直接放在上面，开口用柴火烹煮也没问题，算是很不错的组合。柴火帐篷炉用到后来，两边的玻璃窗都熏黑了，虽然洗得掉，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不熏黑呢？欢迎大家留言来交流一下。还有玩柴火也很容易把手弄黑，一不小心就变成大花猫。快跑啊！先玩到这里，我已经吃太撑了。以后会再来分享迷你烟囱柴火炉猫在帐篷里面取暖及料理的更多方式及搭建事项。这次带来的使用的是汉图迷你柴火炉，很喜欢，精致轻巧便携，多功能配件丰富，折叠收纳起来长32.8，宽17.5，高15.9，重量只有4.2千克，有附一个帆布袋，一拎就走。这是我柴火炉使用清洁后的情况，烧过之后呈古铜色，颜色更漂亮。玻璃也可以洗得很干净。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